在许多人的概念中，总是直观地附带着地域连接。云贵川渝无辣不欢，东南沿海则敬而远之。辣椒在中国饮食版图上，仿佛总有着人所共识的势力区划。然而实际上，它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着精彩的关于辣的小概率事件。以清淡本味为标签，粤菜似乎一直与辣椒无缘。广东人不喜食辣，几乎已经是个被默认的观念。在美味纷繁的粤菜及大城之地顺德，是否能有辣椒的一席之地呢？左滩村位于顺德龙江镇的最南端，村里渔民后代组织的龙舟队在当地颇有名气。队长黄志良每天都会组织训练，风雨无阻。这是广东为数不多还保留着些许传统生活方式的渔村。在南部沿海地区，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被统称为疍家人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左滩村建成了甘竹滩发电站，水闸的阻隔使得鱼类减少。这里的疍家人逐渐告别了世代的生活方式。与父辈相比，黄志良这代人生活中的改变发生在方方面面，口味偏好却成为一份坚持，留存在餐桌之上。出人意料的，这其中还有一道传承与辣椒相关。新鲜朝天椒辣味浓郁，迅速剁成大块颗粒，尽量保留水分，可以与豆豉、大蒜更充分融合。简单调味后，淋入植物油，充分搅拌，直到所有食材都形成黏腻性状，便得到一款传承100年的辣酱。淋油之前挤压成圆饼状，晾晒至水分剩3-4成，便是可以将这款辣味长期保存的另一形态——辣椒饼。传统的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水上，辛苦之余，对刺激口味、祛湿通络也有需求。朝天椒所富含的维生素、辣椒碱等成分，恰恰可以满足这些。不需任何加工，只用辣酱调味，保留鲜味的同时，酱香辣味又将激发出鳗鱼全新的风味层级。少量油盐腌制，一片辣椒饼与排骨一同入锅，便可带来满满期待。风干后又吸满汤汁的辣椒饼，在保留颗粒感的同时，还能更好地起到调和作用。試都試啦噃。都辣啊，唔係話。辣醬柔和豐富的辣味，襯托出食材原本的鮮美。好彈啊！由簡單引領純粹，
这种理念也早已融入疍家人的生活。三福菜，上分吧。与左滩村一河之隔的东海村，展现小概率惊喜的辣酱，则有着另一番面貌。层层筛选优质黄豆，是何秀华制作乌酱的第一步。师从于婆婆，她掌握着最传统的龙江乌酱做法。昼夜反复熬煮，把握火候，始终维持轻微沸腾，留下蛋白质和益生菌群丰富的黄豆水，为辣味登场做足铺垫。通风晾晒，发酵与蒸发同步进行，得到的浓稠酱体是否合格，则全凭经验判断。大蒜与干制朝天椒搭配的比例是影响品质的关键。酱香、蒜香与辣椒香不断碰撞，形成层级丰富的酱香辣味。而要得到最地道的乌酱，何秀华还要继续与时间合作。传统上，龙江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乌酱，手法各有讲究。45岁的陈志从事餐饮经营已有20多年，对顾客口味的感受十分敏感。这几年呢，年轻人都慢慢吃辣的比较多了，现在的乌酱都比以前放辣椒的放多了。与何秀华做法不同，陈志选择用新鲜朝天椒提升辣度。进入秋季，搅拌过后只需通风晾晒1天，便可得到辣香浓郁、更能刺激食欲的乌酱。在龙江，乌酱几乎是万能搭配，独特辣味可以融入各色菜肴。如今，爆满已是陈志餐厅最平常的状态，而每当最亲近的朋友到来，陈志还是会亲手拿出一道自己最爱的乌酱美食。咁多兄弟，大姐，今天做那个洗水，也要慢慢品尝啊。蒜香清汤中加入豆豉，定下整体基调。甜醋、糖醋、白醋，不同层级的酸甜融合，率先形成特质。再由冰花梅酱和白糖推向高潮，朝天椒和泡椒相继登场。待辣味充分释放，加入乌酱，为汤汁注入灵魂。浓郁酸甜包裹层层微辣，掀起南粤餐桌上辣味小概率事件的高潮。好，生菜，好，好靚嘢出嚟啊！作為粵式打邊爐的一種，主食材會隨季節變化，但各種魚肉始終最得龍江人喜愛。吸飽湯之後，在層級豐富的酸甜辣味烘托下，無論哪種魚，原本的鮮味都可以得到更立體的展現。一直給靠海而生的人們
带来辛劳后的慰藉。很鲜味的一个感觉，能追剧吃啊，吃完再吃。公龍山美食。就这样，辣椒以顺德人最熟悉的方式，低调地参与着他们的生活，而辣的小概率故事自然不会止步于此。青藏高原，在我们的习惯认知里，与辣椒的联系似乎并不紧密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，在西藏的很多地区，辣椒一直都在给人们带来惊喜。尼玛拉姆是林芝市波密县义贡乡的农民，辣椒是他们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，也是最日常的食材。哎，姐姐妹妹们快掏辣椒，我们这边的辣椒也好吃。平时喜欢在手机上看短视频的尼玛拉姆，也在尝试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家乡的这一特产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义贡辣椒。义贡，藏语意为美丽。义贡乡平均海拔2100米。沿义贡湖沿岸分布，也是义贡辣椒的最主要产区。相传，义贡辣椒最早由茶马古道的商人带入，得益于雅鲁藏布江干热河谷小气候，塑造了义贡辣椒皮薄辛辣、香味浓郁的特点。生长初期呈黑褐色，味道清甜；成熟后转为青绿色，辣味随之增强。每年上市之初，可以卖到每斤近100元的高价。按当地传统，义贡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有为烘干辣椒而建造的阁楼，这是应对河谷多变天气的生存智慧。高高架起的阁楼形成类似蒸笼的设计，让辛苦得来的辣椒免受雨水困扰，充分干燥。差不多过了1个星期啊，这样再弄一下，又过了几天又这样弄，干了差不多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把它一起堆起来。新鲜义贡辣椒经过1个月左右的烘干，将让吃辣这件青藏高原上原本的小概率事件，化身义贡人餐桌上的典型标签。发酵后的牦牛酸奶与香味清冽的藏香菜跨界组合，是义贡辣椒的黄金搭档。将义贡辣椒、藏香菜、大蒜、花椒加盐捣碎，直到黏腻后，倒入牦牛酸奶。持续冲倒，让气味浓烈的一众食材更好地刺激食欲，帮助人体高效吸收牦牛酸奶所富含的营养。丰富的维生素也为高原环境下的劳作增添保障，是义贡人的日常食辣方式。
牦牛酸奶中和了辣椒的辣味，酸香又被进一步激发，搭配发酵充分、气孔丰富的面饼，汤汁浸润过后，形成醇厚扎实的口感。辣味可以有效掩盖牦牛肉的腥膻，使其风味更佳，还能激发藏香猪肉质的弹性，去油解腻。辣椒牛肉炒的，这是藏香猪肉炒。当辣椒行至青藏高原，经过充满创造力的搭配，成为了义工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唇齿欢愉之上，还带来慰藉和希望。独特的地理与物产条件，自然会影响一方区域的饮食偏好。这种联系通过辣椒，似乎总被演绎得尤为明显。浙江龙游也因为一种辣椒而引领了很不江浙的鲜辣风格。龙游白辣椒只在龙游及周边几个县区出产。据传最早的种子是由龙游商帮在清朝从西南地区带入，逐渐演变成独特的辣椒品种。皮薄而脆嫩，微微透明。进入成熟期后，颜色会逐渐从淡黄泛白的青绿变为深红，辣味层次丰富。在龙游地区，各种食材与白辣椒组合是人们最日常的选择。牛奶藤香味独特，搭配散养麻鸡、静候白辣椒，完成点睛之笔。辛辣将食材原本的馥郁清新和弹嫩丰腴都提升到了新层次，成就了乡村里一番朴素又独特的味道。从乡村到城镇，龙游辣还有更精彩的演绎。县城里与辣味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。基本上都知道吧，当地人都知道，就是当做我们龙游的一个地标了。那时候基本上都来鸭子。跑过来吧，我到鸭子么来？鸭子的鸭小伟，鸭子的鸭子哇，往多吃的哇，到鸭子有啊。你等着哈。麻辣豆腐来了，都来了馒头，还有一张蛋河吧。你3碗不辣的炒不干净吧？炒一个瓢羹。哦。这位就是杨爱珍。从20岁摆摊卖馄饨开始，30年一路辛苦而来。你们那边种不起来这么大的辣椒。如今虽已不需要为生计操劳，但事事亲力亲为的习惯却已烙在了身体里。好一个人，那过豆腐的那过豆。相对于餐馆的经营，如何让女儿顺利接班，是他现在考虑更多的问题。挺不错的。用龙油白辣椒调配得来的辣卤菜是杨爱珍绝对的王牌，独特的魅力总让食客望眼欲穿而来，面红耳赤而去。太辣了，太辣，一天不吃就想。我们还想吃，吃了嘴巴受不了。眼泪都流出来那个。你我蛮多啊，对嘛？有什么？影响辣卤品质的因素来自诸多方面，随机应变的玄妙几乎只能口传心授。
对白辣椒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，也是杨爱珍最想让女儿掌握的要领。杨氏辣卤的秘密，目前仍然只有杨爱珍自己清楚。针对不同食材，香料和白辣椒的调配比例有严格要求。当日现调的新鲜卤汤，可以有效去除兔头和鸭头的腥味，让白辣椒的鲜辣更好渗透，达成软烂口感。老汤搭配白辣椒料包，让辣与香在鸭掌的交织层达到微妙平衡。香辣层级丰富的白辣椒给辣卤带来同样层级丰富的味道。一餐杨氏辣卤，清新的辣，浓郁的辣，回甘的辣，各种感受往往不一而足，令人回味。吃！哇，好大的鸭头啊！久煮之后，鸭头酥烂软糯，入口即脱骨，辣香沁人心脾。经过辣味层层包裹，鸭掌更加筋道弹牙。兔头被辣味激发，肉质紧实，汁水丰富，成为龙油辣味的代表。白辣椒带给龙游人的，不只是饮食偏好上的影响，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传承。从跟着婆婆在路边摆摊卖馄饨开始，30年的经历让杨爱珍对龙油辣的感情日渐深厚。这是他们一家与美食与辣椒的故事。哇，新鮮美味嘅烏醬已經完成啦！你哋可以過嚟攞啦，朋友仔。辣椒似乎從來不曾受限於人類，而總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上演着小概率之下的別樣精彩。這不只是一種植物的性格屬性，更是辣椒與中國人的行為軌跡結合之後相互影響的結果。